大哥，我要敢招惹我，你不想活了？对，为了复仇，我睡了我未婚夫的大哥。陈少真是好福气啊，有温小姐这么漂亮的女朋友。钱总过奖了。不知道温小姐赏不赏脸，跟钱某喝一杯？钱总，我女朋友喝不了酒，我来替她喝。钱总，我以茶代酒敬你。陈池，我头好晕啊！晕就对了，陈少，还是你这办法好啊。钱总满意就好。您先玩，我先走了。好啊。陈池，臭婊子，你个踹老子！陈池，哎，钱总，钱总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他能跑哪儿去？最好。在那儿，把他拖下去。贺氏集团总裁贺锦年，陈池的大哥，不管了。看你跟我哪儿跑！绝地三尺也要把那个女人找出来。是。我可不是什么好人。如果你现在滚，明天你就还是陈池的未婚妻。如果你执意要上我的床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既然陈池那么想把我送到别的男人床上，那我就选一个他这辈子都惹不起的人。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走不走？起这么早啊，大哥？我是你未婚夫的大哥，这样了还敢上我的床？你胆子不小。昨天晚上大哥明明也玩得很尽兴，怎么现在反倒兴师问罪了呢？我警告你，我不是你能招惹起的人。如果你再敢对我动什么坏心思，我保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贺总怎么就能确定我不是在打你的主意？你和我弟还有半年的时间就要结婚了，你的那些鬼话，你觉得我能信吗？不信算了。我刚看了监控，他就在这个房间。周少，你必须给我个说法。文言，开门！我警告你啊，别耍什么小心思。文言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点出来！大哥，大哥，你有意见吗？不，我是看监控那个文言进了这个房间，所以我……哦，那要不你进来搜搜？不用，文言怎么会在这儿呢？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啊。钱总，咱们还是去那边看看吧。为什么帮我遮掩？是怕别人知道咱俩的关系，还是贺总对我不纯洁？不要揣测我的想法。你怎么报复陈池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凭这个就想打发我？喂，姑姑，什么？好，我现在马上就回去。我问你钱呢？我没钱。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文言，姑姑，夜不归宿，被钱总玩了一个晚上，还这么精神。郑欣怡，以后你爸的那些烂账，
我跟我姑姑绝对不会再管。你姑姑当初勾引我爸的时候，就该知道他是个赌徒啊！哼，谁让你们来的啊？要钱去我那要，来这闹什么？赶紧滚，走！亲爱的，我可一直在找你呢。放心，钱的事情我来摆。陈少，我们还是解除婚约吧。哟，3个月前，陈少帮着还了很大一笔钱，是你姑姑无以为报，才把你给了陈少。怎么，现在不认账了？文言，姑姑对不起你。说吧，又想对我做什么？也没别的，就是去跟钱总道个歉。我发誓，只是道歉。毕竟，你姑姑是你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演了这么一出，还是要把我送给钱总。你这么对我，可就别怪我了。好啊，那麻烦陈少帮我约一下钱总。你答应了？贺总，方案做好了。万盛这公司是没人了吗？周末都不让人休息。老贺，魏然是你弟妹，自己人，跟万盛的蔡经理说说，用不着这么赶吧。贺氏集团要的是效率，如果万盛做不到，得换人。我昨天的服务，贺总不是挺满意的吗？怎么说换人就换人？哎，不对劲啊，你俩！老贺这做贼心虚的样子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魏然，你跟老贺，你俩不会睡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！我好歹是贺总的弟媳妇哦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是吧，贺总？上次在我面前放肆的女人已经死了，你想试试吗？方案呢？重做。看都没看啊！就你那鬼点子，还想浪费我的时间？行啦，别说工作了。魏然，咱俩打量吧。我不会。没关系啊，我教你。没时间。行。不好意思啊，蒋少，我得去做方案，毕竟贺总有折腾人一晚上的本事，我可不想加班。走了。你笑什么？你干嘛？昨天卡里的钱不够吗？谁说我图贺总的钱了？那你图什么？我图贺总的身子，不行吗？敢把我当工具利用的，你是头一个。陈池利用我，我反抗不了，取悦自己总行吧。昨晚贺总的表现我很满意。我是什么人，你最好打听清楚，别玩火。我本就活在水深火热里，这点我算什么？你就不怕我？贺总一向很辣，如果我得罪了贺总，你尽管来报复。那不是温言吗？他怎么跟姓钱的在一起？我出去一下。老贺向来看不上陈池，怎么今天跑去捉奸了？钱总，我敬你。昨天是我不懂事，这杯啊，就当我给钱总赔罪了。温小姐肯认错就好。哎，钱总，来，再来，我给您满上啊，满上啊。好，我再去拿点酒啊。想跑啊？怎么会呢？我未婚夫的订单握在您手里，我怎么会跑呢？知道就行。再来，妹妹喝酒。来，钱总喝。你什么意思？来替贺总的好弟弟拿订单。你故意出现在我面前，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大哥，别这么叫我。贺总如果觉得我碍眼的话，可以去别的地方，毕竟酒吧这么多。要我走，今天这事被我看到了，我就不能不管。那么我很好奇，贺总是以什么身份管？是我未婚夫大哥的身份，还是我的甲方，
或者我是以陈池大哥的身份。我要去陪钱总了，他要是等急了，你弟弟的订单可就泡汤了。文言，别找死！我不怕死。喝呀，钱总，再喝一个。钱总，我回来了，我给您满上啊。来，喝酒误事儿，我们把正事办了吧。来，贺景年，难道你真的见死不救吗？贺总，贺景年，你用哪只手碰的文言？找死吗？滚！没事吧？走，我们回家。如果我不进去，你打算用这个对付姓钱的吗？你不是进来了吗？你干嘛？别装了，你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发冷。为了试探我把自己当赌注，蠢不蠢？我赌赢了不是吗？大哥的车。文言，陈池，蒋少，陈池，我说你怎么？我怎么了？我知道你跟贺景川的赌约，签购2个亿的订单，给你10%的股份，但是咱也不至于给自己戴绿帽子吧？我哪有？我想知道的是，你能瞒得了我？更何况是你大哥贺景年。哼！陈池来找你了，看到了，马上就要被发现了，你不怕死？大哥，我来晚了。文言的，大哥你打我干什么？把女人推出去解决问题的人，都他妈是废物！你怎么这么废？大哥，刚刚是个意外。文言他不知道，我警告，文言是万盛派给贺氏集团做设计的项目总负责人。如果你敢利用做什么乌七八糟的事情，耽误了整个事件的进度，我肯定不会对你客气。是，滚吧！又是救我，又是帮我惩治色鬼，还给我在陈池面前设了免死金牌。贺总这是爱上我了？如果睡了就可以爱上一个人的话，那感情未免也太廉价了。说点好听的能死啊？小孩子才需要用假话就好。温小姐贵庚？哎，谢了，贺总。文言早。走。滚！你耍了钱总，还向我大哥告状，你行啊你文言！那姓钱的要强暴我，是贺景年救了我。你是我的未婚夫，你不关心我的死活，反倒怀疑我向大哥告状。钱总那笔订单我花了多少心思，你知不知道？全被你搞砸了。你承认是你用我来换订单了？承认了又怎么样？啊？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吗？你姑姑那笔赖账花了我多少钱？你不该用身子偿还吗？你真卑鄙！给你2条路，要么去陪钱总，要么等着催债的上门找你姑姑。你自己选。总，不喝。文言他人呢？还给老子摆起架子。人马上就到。不喝。看来今晚是躲不过了。哟，这不是温小姐吗？把我当猴耍的温言小姐啊！钱总，你有所不知，他呀最擅长的就是勾引别人，可偏偏就是瞧不起钱总您啊，3番5次想要戏弄您。钱总，我今天是来道歉的。又道歉？我好怕呀！钱总，我给钱总倒酒。跪下！
什么意思？照陈总说的做。你该不会以为今天还会有贺锦年来救你？贺总，温小姐一直在给你打电话。不用管。是。一边吊着陈池，一边还来招惹。温言，你哪句话是真的？老贺，今晚陈池要温言给向前的道歉，你不去看一眼？我很闲吗？哎，喝酒可以，跪绝无可能。看不出来，温小姐还是块硬骨头。您事钱总有数。看在陈池的面子上，你喝完他，我就签了那笔订单。喝呀，否则我不能保证你姑姑明天会怎么样。好，我喝。钱总满意吗？不够再加上2瓶。说得好。喝完它，把它干了！对，干了！接着让他喝。文言，你清醒一点，从始至终，你只能自己懂。还真是会左右逢源。为了陈池的订单，挺拼命的。谁让他是我未婚夫呢？未婚夫，叫还挺亲密。不对我的未婚夫亲密，难道要对大哥你亲密？好好玩，别喝死。哦呦，这就不行了。我要是把你这副鬼样子拍给你姑姑看，你觉得她会怎么样啊？不要，那你爬过去，求钱总饶了你啊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哎呀，温小姐喝醉的样子真是浪啊！继续喝呀，喝呀！没听到钱总说的吗？继续喝。我不行了，接着喝。喝。好。大哥，上次贺总英雄救美，这次又这么巧，难不成跟自己弟妹有一腿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贺锦年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你要跟整个南岸集团结仇吗？贺氏集团的仇家太多，不差南安这一个。如果你再敢多嘴，信不信我废了？大哥，我可没有占用给贺氏做企划的时间，人都要喝死了，眼睛不祥用就拿去捐了。大哥，就因为我不是你亲弟弟，你就不相信我是吧？靠牺牲一个女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，你真 low。快走快走！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怎么？点了这么多酒，不喝了多浪费。我喝不了。不给面子。如果没死，就跟我走。你处理下事情。贺锦年，这贺锦年怎么会去女人呢？昨晚谢谢你啊。我给你炖了醒酒汤，你现在这个情况吃不了太硬的。昨晚我对烂醉的女人没有兴趣。贺锦年，我是想说谢谢你，就是不知道昨晚
陈池，大哥踢到我提陈池，吃醋了吗？你在我的眼里，顶多算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床伴。我要是对每一个人都吃醋的话，那岂不是浪费时间吗？那你昨晚为什么救我？好歹睡过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做我的长期性伴侣。我拒绝。贺总身边不缺女人，我跟贺总也只不过是玩玩而已，没必要搞那么复杂。玩玩？对啊。干嘛？哎，贺姐你放我下来！你放开我！求我！我求你个鬼！今年，贺叔叔，绝不能让贺叔叔发现，否则一切都完了。今年，如果让我爸怎么知道回事？你我弟的未婚妻跟我睡一整床，那是不是更刺激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快想想办法！既然都玩了，再不说话，我可就要进去了就啊！玩条大的。今年，我进来了啊！今年，我进来了。今年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在床上，当然睡觉了。你跟陈池是怎么回事？该死的贺景年，吓我！我问你话呢。你被子里藏了人了？没错，你还真猜对了，我的确在被子里面藏人了，而且说不定还是您的熟人。熟人？你要是会藏人，我早抱上孙子了。哎，是那个超模吗？超模？新闻上说你交了个超模女朋友，都上头条了，好事儿啊！好，赶快穿上衣服出来，陈池已经到了，我有话跟你们说。原来大哥有女朋友了呀！你未婚夫都要来了，还管我有没有女朋友呢？送你个礼物。哎，你敢给我种草莓？你是不是疯了？给你的超模女朋友添个堵罢了。我先闪了。哎，今年你去哪儿了？爸，这么一会儿要去公司，难道昨晚温言真没在项目的进展？可是这么早就去查，什么都没发现。难不成温言还在这栋房子里？陈池，爸，不是有事吗？说。哦，我听爸说最近大哥找了个超模女朋友，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超模能把大哥迷住。这是你该管的吗？你们找我有事赶紧说，我没时间跟你们在这耗。听说昨天你们哥俩为了温言差点大打出手，知道外面现在怎么说吗？你说什么呀？说我跟未来的弟妹有意图。我当然是不信了，可是别人是怎么想的？所以我决定把陈池和温言的婚礼提前办了，你觉得呢？什么声音？陈池，别动！大哥这么紧张做什么？难道家里真的藏了什么不该藏的人吗？陈池，这是我家，还轮不到你来撒野。大哥这么激动做什么？我不过是想看看这里的装修，顺便给我跟温言的婚房做参考。你放心，我很讨跟别人用一样的东西。怎么是只猫？我最近养宠物，宠物怕生，尤其是像你这样的陌生，不然你还以为是谁啊？你以为温言会在我这里吗？陈池，你还不向大哥道歉？大哥，你误会了。昨天你把温言带走，
所以我昨天明明是温言差点死在你的手里，我才把他带走，不是吗？什么？温言差点死了？他怎么了？不是吧？昨天我们确实喝多了，玩的有点大，但是都是误会。哦，所以我救了你女人的命，你非但没有感激我，而且还带着老贺过来给我捉奸是吧？大哥，都是误会啊！胡闹！温言可以救过我老头子命的恩人，你要是敢欺负他，信不信我扒了你的皮？爸，我都说了是误会嘛。我是答应你，只要你完成2个亿的订单，我就把贺氏集团股份的10%交给你。可是我要看的是你的真本事。爸，我错了。你要敢拿温言搞事情，是我对你不客气。爸，我没有，我对温言是真心的，你要相信我爸。要去您的养子，回到您的老宅去学。跟温言什么时候结婚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我还有要事要处理。哎，我说贺锦年，你把你那个 model 带回来给老子看一看呐！我迟早被你们这2个人气死。贺锦年，你跟温言最好是清白，千万不要让我抓到把柄。老贺要提前你跟陈池的婚礼，你要怎么办？我当然不愿意啊！要不大哥踹了你的超模女友，跟我试试？怎么试？要不这样，你先退婚，你要是敢跟陈池退婚，我们就试试。看来温小姐还只能说大话。喂，温言，你他妈到底在哪儿啊？不关你的事。不关我事，你可是我未婚妻。你千方百计把我送到钱英为床上的时候，可没把我当做你的未婚妻呀。温言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陈少如果生气的话，可以取消婚约。喂，你那边什么声音啊？你他妈到底在哪儿？你竟然敢利用我去报复陈池！刚刚是谁说的？如果我解除婚约的话，就跟我试试的。难道对自己的弟妹负责，大哥不敢了吗？温言，你越界了！从大哥跟我缠绵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越界了。你是陈池的大哥，永远都是。滚下去！滚下去！哎，这里可是郊区，我打不到车的。哎，贺锦年这家伙还真是说翻脸就翻脸，害得我走了整整2个小时。你可真是不要脸，居然背着陈池勾引大哥，你以为你瞒得了多久？难道我跟贺锦年的事被他发现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昨天贺锦年救了你，你别告诉我就真的这么凑巧。刚好钱总要收拾你，他就进来了。说吧，是什么时候勾引贺总的？还以为他真的发现了什么，原来是想炸我。这勾不勾引的，好歹人贺总愿意看我一眼，这种福气你怕是羡慕不来吧？羡慕？你只不过是个臭名昭著谁都能上的烂货。嘴那么臭，我不介意帮你刷刷嘴。我以你真的打我打你怎么了？先撩者贱，我忍陈池那是为了我姑姑，忍你，我又不是你妈。魏然，你得罪了陈池和钱总，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不会放过我，那就尽管来，我等着他们。魏然，你不怕被报复？那你姑姑呢？哼！姑姑，姑姑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phone. 陈池，一定是陈池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贺锦年，贺锦年，贺锦年。文言，想找你姑姑吗？她在我这儿。姑姑，来，文言，坐。为什么他们会把我姑姑叫来？贺锦年怎么也在这里？难道陈池发现我和贺锦年的关系，这是要当面对质了吗？温言，
或者是我刚刚惹怒了贺锦年，这家伙为了报复我，要把我和他的关系公之于众。不知道贺叔叔把我们叫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最近发生了好多事情，今天把大伙叫到一块儿，是想把你跟陈池的婚礼提前办了，看看大伙儿有没有什么意见。哦，原来是这事儿啊，害我白紧张了半天。文言，之前的事情就是误会，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。跟我结婚吧。把自己肮脏龌龊的事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带过了，真是恶心。温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愿意。怎么，温小姐爱上别人了？这家伙故意的吧？文言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给我戴绿帽子是吗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挺好笑。陈少啊，您千万别生气啊。温言是什么人，我最清楚啊。他没有喜欢上别人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接个电话。我出去一下。再不还钱，就把你打进医院。没钱。姑姑，郑国峰他是不是又输钱了？温言，怎么办啊？你姑父他欠了300多万，他们说要把咱的房子给卖了。如你所见，文言，乖乖跟我结婚，你没得选。不如我们来商量一下，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吧？哎，只有我听错了吗？我怎么记得弟妹说了她不愿意？我愿意，婚礼就定在1个月之后。好，既然温言都这么说了，那1个月以后举行婚礼。哎呀，我心里这块石头啊，总算是落地了。既然事情定下来了，那么再见，温言，再见，各位，我一会儿还有个会，失陪了。哎，你这小子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啊？长辈都还在这儿呢，你就这么走了？贺锦年，再见了。哎，来，开，出牌，上，单运一个，哎，我就运一个单，哎，我看谁大。哎呀，清醒了吗，郑国峰？你疯了？你泼我干什么呀？你要死就死，不要祸害我姑姑。他自己乐意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哎，你看，他这又转了50万给我，他乐意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你疯了！来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别动！陈池，放开他！陈池，你混蛋！我可以把你送到别的男人床上，但是你不可以给我戴绿帽子，否则这就是下手。我会告诉贺叔叔。你来打场子，被人打了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放心，等结婚以后，我会每天的折磨你的。之前不还是很厉害吗？这么快就落在我的手里。你们2个还真是一对狼狈为奸的狗男女。别以为贺锦年救你2次，你就忘乎所以，你始终还是逃不脱我陈池哥哥的手掌心。刚刚那棍是我替心仪打的，这个是你屡次坏我好事，拒绝跟我结婚的下场。文言，我劝你乖乖听话，少受点皮肉之苦。来人，把他给我丢到警察局去。哦，对了，再替我爸告他一个故意伤人罪。你说什么？走！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走！姑姑，文言，你怎么能这么狠毒呢？竟然用刀去刺他！他可是你姑父啊！姑姑，我都是为了你啊！你少来给我来这假好戏！你要真是为了我，你怎么会去伤害他？
他现在他手残了呀！你满意了？你满意了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这个白眼狼！我没有想到你会是这个态度。想要我什么态度啊？啊！从小到大，吃的用的都是我的，你竟然这样去伤害他，那是你辜负啊！我不后悔，他要是再去赌，我就把他另外一只手也剁了。文言，你怎么这么狠毒呢？当初你爸爸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跟他们一块儿去死啊？我以为我姑姑会保释我，接我回家，没想到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也抛弃了我。经鉴定，受害人的手为2级伤残，不接受调解。你这个情况可以取保候审，联系你的家属或律师吧。好，我现在就打电话。喂，贺景年，你能来警察局接我一下吗？警察局？对，你能不能……温小姐，你确定没有打错人？不好意思，我再打一个。有人要保释文言。温小姐，有人要保释你。我们的关系不是结束了吗？怎么还过来找我？对不起，贺景年，我实在是找不到其他人了。温言，我警告你，你最好滚远一点。温言，温言，贺总，温小姐是因为在赌场里穿了郑国峰的手，才被打成这样的。一个人去赌场，蠢货！这帮小混混跟陈池走得很近，平日里也接私活，给其他人卖命，只要钱到位。怎么回事？贺总是赌场的人，找个地方解决了。是。贺景年，这是哪里？别问，好好待在车里，别给我添乱。赵宇，跟我下车。是。哎，贺景年，你小心点啊！贺总这么关心自己的弟妹，陈池知道吧？我呢，也不想得罪贺总。只要你把温言交给我，嘴巴一定捂得严严实实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在这里威胁我？哼！他废了我的手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如果贺总非要插手的话，那就对不住。在整个南城，敢威胁我，你算一个。贺总，贺景年，这也不行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刚才不是说要弄死我？我错了，我只是个商人，不是黑社会。贺总，我错了，但是很可惜，你饶了我吧！你的这只手再也保不住。饶了我吧！贺景年的后妈，我只听说过没见过，如今一见才知道，他对我已经算是很纵容了。怎么了？吓傻了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松开！我是怕你被打死，关心你一下。我从来不需要别人口头关心。温言，这一次是你主动招惹的我。你都受伤了还不消停？有你在，
我怎么消停？那我走。早干嘛去？何景年，我后背的，我不方便。大哥睡了自己弟妹何景年，这次我看你怎么跟老东西解释！大哥，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？混账东西！你都做了什么混账事儿？不！怎么？不，这不可能！不，他们有奸情是不是？他可是你大哥！混账东西！这么晚了，你还要回去吗？把这件衣服穿上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进来吧。和尚，完了，本想利用贺景年拍几张照片的，竟然被他发现了。对不起，温小姐，对不起，和尚，我只是拿钱办事。这张照片温小姐给了你多少钱？我10倍给你。谢谢和尚。先把它带回去，把这照片给陈池。是，何总。贺景年，我利用我拍完照片之后，你想怎么做？温言，你胆肥了，敢算计到我头上了！我没有，我不是。先是利用我废掉了郑国凤的诱惑，然后再利用咱俩的亲密照片，让陈池来捉奸。温怡，你到底还有什么复仇计划？不如一起都告诉我。贺景，真的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找人拍几张疑似跟你的亲密照，来恶心陈池。我没想算计你。算计？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敢算计我。贺景年，我以为我被全世界抛弃，还好你来保释我，又帮我教训了那些人。可惜了，因为自作聪明，终究毁了这一切。贺景年，贺景年，你真的要毁了这个女人吗？贺景年，你怎么了？你的那点复仇计划，蠢到家了，让我看真是浪费时间。不如我们玩点刺激的。按照原计划，把疑似照片发给陈实，再告诉他房间号，拍一点我想要的照片，明白了吗？这个女人是谁啊？你出去乱搞，被文渊发现，还把她打成这样，真会贼喊捉贼啊！啊，你个混账东西！爸，文言，敢摆我一道！我警告你，从今天起不许再跟这个女人来往，再让我发现，我让她滚出南城！你听见了吗？是，爸。哼，文言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拜拜。你跑什么？贺景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有人跟踪我。今晚吃什么？是路人，你多心了。有人在我车上放老鼠。老鼠？贺总，在温小姐车上发现了老鼠，派人去检查她的车，然后报警。是，贺总。走吧。你不走，随你。我走不动了。你不会是被老鼠吓腿软了吧？嗯。要进来喝杯茶吗？大晚上邀请我，不怕我晚上强行留下？白眼狼。
你房间有人来过。小美人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救命！何景年救我！你疼了我，那金子给你签了。挺有本事啊，还惹怒我，你算第一个。带几个人上来，处理掉。何金年，文言可是陈池的女人，她都不在乎，你倒是宝贝的很。你们俩一定有不正常的关系，一定很刺激吧？你想死吗？我不想死，你会放过我吗？只不过我很好奇，贺总处置我是因为我动了你弟妹，还是你的女人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他碰你哪儿了？没事吧？好了，不哭了。他再也不会来了，好吗？我们回家。都是温言那个贱人害的，我们见个面都得偷偷摸摸的，我很不爽。忍忍吧，等到钱总的订单签下来，我离贺氏的股权就更近了一步。喂，什么？钱总被抓进去了？我大哥又是贺景年，怎么每次温言一出事，他都刚好在？就这么巧？陈池哥哥说他们俩没事儿，你信吗？反正我是不信的。该死，魏延这个贱人，我迟早要抓到他的把柄。看来咱们得找个帮手了。怎么说？如果那个女人知道自己追了这么多年的男人被抢了，你觉得她能袖手旁观吗？你是说宋家的千金宋南乔？只要她出目，温言手到擒来。这温言，要是让我找到你，你就死定了。我怎么好像听到温言的手机铃声？哪个手机铃声是专属于他的？温言买专利了吗？大哥真是太了不起了。不过温言是我的未婚妻，你跟她走的是不是太近了？我是他的甲方，难免有一些业务上的沟通，你有意见吗？我哪敢有什么意见？不过是南乔回国了，他找不到你，托我回来找你。宋南乔，她可是大哥的青梅竹马，传言中的未婚妻呀。不是不结婚吗？原来早就有未婚妻了。景年哥哥，坐那儿。我又不是外人，还害羞上了。第一次见面没来得及准备什么礼物，温小姐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呢，宋小姐？景年哥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回来吗？说。因为我听说你身边出现了狐狸精，勾引你。你说我能不回来吗？是吧，温言？这女人既然冲我来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当狐狸精啊，也是要颜值的。那些长得喜大普奔的，也就只能酸一下了。你说是吧，宋小姐？景年哥哥，温言是不是说我长得普啊？那我好不好看？挺好。挺好。陈池，吃个葡萄吧，你看你都瘦了啊！哎呀，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，多好啊！啊，咱们今儿给南乔接风，一会儿咱们就开始。谢谢贺叔叔，看陈池跟温言这么幸福，我好羡慕啊！我刚才吃过了，一会儿你们慢慢吃。我去看看他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贺总未婚妻还在外面，
你这样跟我拉拉扯扯、纠缠不清，不怕未婚妻吃醋？未婚妻？我说她是我未婚妻了吗？松开！贺锦年，贺锦年！你的叫声很好听。你疯了吧？会被发现的。锦年哥哥，你在哪儿？你未婚妻来了。晚上必须来找我，否则我不介意亲自把你抓到我的床上。锦年哥哥，你在哪儿？温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脸红什么？你是不是勾引锦年哥哥了？我勾引你妹啊！我忍你好久了。宋小姐，留住一个男人的心，那是要他真的爱上你，否则你再怎么上赶着都是徒劳。温言，拜托你要点脸，自己明明有未婚夫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。如果让我真的发现你贼心不死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威胁什么的，我还真是没在怕的。宋小姐可千万不要惹错了人。我连我姑父都敢刺，宋小姐还是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万一我一个不小心，在你的脸上划上几刀，那别说是贺锦年了，以后都没有男人会要。听懂了吗？温言，今晚我有份大礼要送给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贺叔叔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。今晚我想住在这里。我听说陈池和温言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好多东西还需要添置，我留下来多少能给点参考意见。还是咱们南桥懂事啊。行，那就在这儿多住几天，好吧？谢谢贺叔叔。我们干一杯吧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爸，我去看一下他。温言，我给你放了烈性迷药，而今晚我跟锦年哥哥一定会好好的把生米煮成熟饭，你没有机会了。锦年哥哥，我等这一刻等了好久的，今晚你终于是我的了。怎么是你？滚！你现在需要我。宋南桥，现在滚出去，不然我让你死！你喝了药酒，我其实那个你会死的。锦年哥哥，锦年哥哥，锦年哥哥。本爷是不是也中药了？该死！贱人，你也有今天！之前不是还跟着贺锦年一起联合起来陷害我？今天被宋南桥下了这个药，就成这个样子。你不是从来不让我碰吗？今天我就好好试试。贺锦，我傻。想让贺锦年救你是吗？那你可能不能如愿了，他今天也被下药了，现在恐怕正在跟宋南桥欲仙欲死，还管得了你？今天晚上你可得要求我这未婚夫，知道吗？喂，给陈池一份5000万的合同，让他快去签。贺氏集团所有的进出口业务都是你的。哇，老贺，用这么大块肥肉砸我！别废话，快点！行，你是我亲哥。对了，赶紧来贺氏别墅，把宋南桥这个垃圾给我带走。没问题。简少，陈池，陆氏集团5000万的订单，现在来签一下。你看明天行不行？我现在有点事儿。现在立刻马上，晚1分钟，过时不候。这么生气，文言，今天我就先放了啊！
文言，贺锦年，开门，锦年哥哥，我知道文言就在里面。贺叔叔，你快来看看，文言他太不要脸了，勾引锦年哥哥。起来！我说什么来着？他就是个狐狸精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，你连你老公的哥哥都不放过。昨夜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在贺锦年的房间？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贺叔叔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嘴硬。怎么是你？温小姐酒杯里被人放了东西，锦年少爷吩咐我过来看一眼。你撒谎！你们串通好了是不是？你把锦年哥哥藏哪儿了？贺叔叔，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呢？啊！我还第一次见这么着急给自己头上扣绿帽子的。对不起，贺叔叔，都怪我太在乎锦年哥哥了，所以才……行了，锦蟹，哎呀，出去！我救命啊！锦年哥哥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怎么会这样？锦年哥哥不应该在……他不应该在哪儿？应该在他弟妹床上吗？不是贺叔叔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有些人心里面脏，看什么都是脏的吧？是文言他……文言怎么了？文言，你看看你，哪点还有我们贺家儿媳的样子？贺叔叔，你听我解释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贺锦年，我要你冷静点。Forget about it. You made this mess up. 喂，赵宇，把林医生叫过来。是。陈池去陆氏集团签订单了，贺锦年呢？他人在哪儿呢？自己的弟妹差点被人暗算，现在家中也被人安插监视。我要是老贺，肯定得赶紧去查呀。谁敢在我们贺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？啊，我还没死呢！谁干的？谁干的？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是我做的，否则我以后更别想嫁进贺家了。宋南桥，还不说实话吗？我说什么啊？又不是我干的。不是你，那温言为什么会被人下药？据我所知，温言跟陈池的关系一直很差。蒋少怎么就知道不是温言故意下药，对自己的未婚夫投怀送抱啊？有些人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监控在这儿，说吧，谁让你这么干的？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，你不会有第二次机会。是宋小姐，她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把药下在温言和贺少的杯子里。你个狗东西，你敢污蔑我！想把生米煮成熟饭，加入贺家，宋小姐手段真是高啊！贺叔叔，我没有害人之心的。你知道我喜欢锦年哥哥这么多年，这次回来看到温言跟陈池那么幸福，我只是想加快点速度，我有错吗？所以你想进入贺家，我需不需要给你找块镜子？我在这里干脆把话跟你讲清楚，我跟你相处完全是看在宋家人的面子上，所以你非要找死的话，我不介意非得迁就你。不是这样的，锦年哥哥，往年我处理那么多女人都没有生气，那些女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所以你今天跟我生气是因为这个女人是温言吗？够了！以后有关锦年和温言的闲话，我不要再听了。你们年轻人的事儿，我也不想插手。但是有一条，要是坏了我们贺家的规矩，就别怪我老头子不客气。贺叔叔，叫温言到书房来找我。东南桥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贺叔叔，我错了，我就是太喜欢锦年哥哥了，一时鬼迷了心窍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谢贺叔叔。宋南桥，你作为宋家的千金，该有的气度还是要有，你干嘛老是针对温言呢？贺叔叔，我觉得他跟锦年哥哥有问题。够了，我们贺家是以纲常为本，锦年、温言，一个是长子，一个是弟媳，他们两个根本就不可能。温言，你注定是个失败者。贺叔叔，这年轻人聚在一起，总会有问题。我怕万一温言乱了咱们贺家纲常，要不我给陈池再介绍一个，
让温言彻底离开贺家。他救过我的命。当年我犯了心脏病，摔在马路上，其他人都以为我这个老东西要碰瓷儿，谁都不敢动我。只有温言对我进行了抢救，还把我送进了医院。要不然我这把老骨头早就……贺叔叔，我不知道。所以啊，他对我有恩。贺叔叔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赵宇，哎，老爷，这是公司给温言的股份转让书，等陈池和温言结婚当天才能生效。你去趟律所，再办一个备份，再仔细的核对一下，别出什么纰漏。是，老爷。温言，要是陈池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你注定是他的妻子，这辈子跟景年哥绝无可能。南桥，这是江城南院的房子，是陈池和温言结婚的婚房，你给他们送过去，让他们明儿就搬进去吧。好的，贺叔叔。跟一个混球住在一起，生无可恋。哟，妹妹一个人呢，跟哥哥喝一杯啊？谁啊，乞丐？那不是你那个小弟妹吗？还挺性感啊。你谁啊？不想死就赶紧滚！哎，我的妹妹找我了，我先撤了。贺景年，别喝了，酒。不会喝还逞强。贺景年，不要离开我，我难受。别碰我，我怕你会爱上我。谁爱你啊？你少自作多情了。姐都告诉你了，永远不会爱上你这种人。那你呢？就一点点都不喜欢我吗？可是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你希望我喜欢你吗？其实我骗了你。你骗我什么了？我好像有一点在乎你。还不起来？上班都快迟到了。我给你做的意大利面，快去吃吧。又不是没睡过，别大惊小怪。我不管，昨晚那是最后一次了。都已经跟陈池同居了，要跟我保持距离吗？对，我都要结婚了，还跟别的男人纠缠不清，很不好。再说了，大哥的未婚妻不是也很疯狂吗？下药这种手段都用上了。宋南桥她不是我的未婚妻，如果你非要吃她的醋的话，你这是在自虐啊！我不吃醋，就算你真跟他上床了，我也不在意。所以说，你昨晚说喜欢我都是假的，我只是你用来报复陈氏的工具，这样最好，省了很多麻烦。温言，我们新客户到了，你去接待一下。你好像比我更适合做接待。没办法，今天新客户点名要找你做设计，行吗？是你，温言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宋小姐这次又要耍什么花样？我听说你跟陈池要去江城别院同居了，恭喜恭喜啊！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同居不是很正常吗？倒是你，好可怜哦，想嫁给贺景年，却碰到了个硬钉子。温言，你们蔡经理已经把你派给我们宋氏集团做方案了，你可要好好表现。能为宋氏集团服务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喂，这里是江城急救中心，温冬梅生命垂危，请问你是她的家属吗？什么？我姑姑生命垂危？你就是温冬梅家属？是。经过诊断，病人肋骨断裂，身上多处骨折，现在颅内出血，已经进行了手术，后续的治疗费用大概还需要500万左右，你要回去准备一下。好，
我姑姑是怎么受伤的？她身上的伤大多是钝器所致，我们初步怀疑是家暴。家暴？郑国峰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哟，温言，你找我呀？我跟新一都在江城别院你的新房里呢。好好好，这对狗男女竟敢在我的新房做这种事！哟，这不是我未婚妻吗？温言，你的新房，你的床，我和陈池哥哥都帮你暖过了。怎样？你现在是不是很气啊？故意恶心我，哼！不到15分钟，郑欣宜，你男人是真不行。你说谁不行呢？侮辱我！比起贺锦年，你是差远了。我怎么又想起贺锦年？温言，你太不要脸，居然偷听！我找郑国凤，他人在哪里？哼，果然，你姑姑被我爸打了，你来找他算账啊！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逃不过我陈池哥哥的手掌心。这么说，这件事又是你指使的？你需要一个被威胁的筹码，那我就做一个。听说你姑姑治病需要500万，温言，只要你乖乖听我的，你姑姑就可以活命。陈池，你混蛋！现在就由我代替温言向贺氏做对接。温言呢？他现在正在参与宋氏集团的设计。贺总，你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可以向我咨询。咨询你？你是参与过设计，还是参与过策划？你觉得你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吗？把温言叫过来。可是我讲的话不清楚吗？讲清楚了，我现在就去给蔡经理打电话。喂，温言隔这么远的距离都敢勾引你的贺总，现在贺总邀他回来，南乔，这口气你能忍？这个女人太过分了，不给她点教训，我就不是宋家大小姐。姑姑的治疗费要500万，我怎么才能够凑齐500万呢？喂，宋小姐，把设计报告背熟，一会儿去宋氏集团酒店见记者，别给我丢脸，否则你这个月的工资就别想要了。现在吗？对，现在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好，我是一会儿记者会上宋氏集团派来做设计陈述的。叫什么？温言。你就打算穿成这样去见记者？这不是给我们宋氏集团丢脸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淋雨了。跟我来。进去把衣服换上。谢谢啊。你怎么锁门啊？狐妹子，宋小姐要教训你，谁也帮不了你。开门！开门！救命！救命！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，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。哎，你谁啊？贺氏集团总裁。等着我跟大小姐通报。温言呢？你找那个狐妹子做什么？啊！我问你，他人呢？在屋间。赵宇。贺总，我也是受人指使的。温言。哟，这么巧，又是大哥救了温言。算什么？要不然等着你来救。琛琛，既然你来了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大哥真是日理万机呀！不过我听爸说，他好像帮你安排了婚事。你说什么？哦，因为我跟温言要结婚了，爸看你太形单影只了，所以帮你张罗张罗。老头子这次是有心了。
看来我马上要有大嫂了。所以有些人还是别痴心妄想，认清自己很重要。你说的很对，认清自己的确很重要。有些人啊，连贺锦年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你敢打我，我就把你和郑欣宜偷情的事情告诉贺叔叔。你想让他滚出江城吗？你敢不敢的，试试不就知道。看新闻了吗？贺氏集团总裁贺锦年要从南城10大家族女子当中选媳妇了。哎，之前不是说宋南桥是贺总未婚妻吗？哎，文言，你不是贺总的弟妹吗？贺总的那位是谁啊？你知道吗？哦，我哪知道啊！我跟贺总只是业务上有沟通，怎么可能去八卦这些事情？也是，温言是陈池的未婚妻，跟贺总可是弟妹跟大哥的关系，走得太近会被人说闲话的，哪好意思问这种问题啊？我去上个洗手间。文冬梅家属吗？我是。文冬梅已经欠费了，后面的治疗费你到底交不交？交。医生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快筹到钱的。明天再不交钱，医院就会停止对文冬梅的治疗。500万，我上哪儿去凑500万？喂，是房产中介吗？我有一套房子要卖。对，可以看房拍照的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就过去啊。贺总，这是老贺总为您目色的南城10大家族女子，请您挑选。锦年哥哥，宋小姐，你根本就瞧不上这些世家女子，难道你想以这些女子的名义来掩盖你跟魏延的关系吗？宋南桥，我警告你，是也，懂吗？不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挑战我的底线，滚出去！还有什么事？之前北区用来做展区的那片地被南安集团撬走了，温小姐的计划可能要重新做了。南安集团，冯石是南安集团的现任总裁。但看来是我们的仇人回来了。告诉冯石，今晚君悦见。是，之前钱总的事情非常抱歉，还希望冯总能不计前嫌，把南安集团订单给我。你那2亿赌约还差多少？还差1个亿。1个亿的赌约，我全签给你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，冯总？不过我有个条件。您说什么条件？我都答应你。我要你的未婚妻心甘情愿的陪我一个晚上。好说，魏延，今天晚上好好陪冯总，不然你知道的。我如果不答应的，你姑姑的病不治了吗？喂，温小姐，你姑姑的治疗费还没到账，很抱歉，我们只能拔掉文冬梅的氧气罐，停止对她的一切治疗。别，我马上就转钱过去。最后10分钟，希望温小姐信守承诺。再给我10分钟，陈池，你最好说话算话。我这个人啊，一向言而有信的。喂，温小姐，500万已经到账，我们现在马上对温冬梅进行治疗。好。那么下面冯总，希望您玩得开心。果然是个大美人儿。不要紧张，我不会碰你的，我只是在验证一个事实。你敢碰他一根汗毛，你试试！我就想知道贺总为了自己的弟妹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大哥，这是我的事情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是要自己跟我走，还是要找人抬你走？对不起，贺景年，我姑姑对我有养育之恩，只要我还在就必须管她。这辈子我就逃不脱被摆布的梦，我不能害你。我知道大哥很忙，但能不能别管我的事？别怕，在整个南城，还没有人敢动我们贺家人。大哥不会觉得我是被强迫的吧？我是自愿留下来。废什么话，给我走！我还要留下来跟冯总喝酒呢，大哥就不要来扫兴。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女人。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坏。大哥还是赶紧离开吧。来，冯总，我们干了。
为什么不跟贺锦年走？这么大的宴会，贺锦年是怕我坏了贺家的名声，可是怎么办呢？谁让我有一个烂赌，有家暴的姑父？你倒是坦诚。所以，冯总如果真的要睡我，就别卖关子了。我要是真那么做了，有人会立马弄死我，游戏才刚开始，岂不是很没劲？温小姐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温言，我知道你为了报复陈池才接近我，所以我就活该被你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吗？既然你要结束，那就如你所愿。什么时候能出院啊？我在这儿都快闷死了。别着急，咱得听陈少的。陈少让咱什么时候出院，咱就什么时候出院。哎呀，别，万一叫温言看见了，那可就糟了。他昨天去陪谢少了，没那么早回来。这次能让他乖乖就范，全是你的功劳。陈少说了，回头奖励咱们500万。温言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。姑姑，原来你没有脑出血，你的腿脚也是好的。姑姑，我为了你房子挂出去卖，还没有人买，我着急给你筹500万，我受尽屈辱，真是没想到，你居然跟这些狗杂碎合起伙来算计我！说什么呢你？我把你养这么大，你还委屈上了？你区区一个破身子，你委屈什么呀你？我欠你的我已经还完了，就算是你死了，我都不会再看你一眼，因为你根本就不值得。温小姐，您的房子有人咨询了，不卖了。老婆，你看看你这个侄女，她肯定跟贺锦年有一腿，不知羞耻的玩意儿。你小心点说话，否则我不介意让贺锦年把你三条腿都废了。你，温言，你这么不知羞耻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脸，你有这玩意儿吗？你跟我谈羞耻，你不配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真心爱我的呀！这样孑然一身，我终于自由了。我会让每一个利用我的人都付出代价。陈池，我一定让你身败名裂。哟，一只上不了台面的野鸡，又想着勾引谁啊？温言，你想干什么？温言，你想干什么？文言，你他妈有病啊！是他自己嘴贱，欠收拾了。抱歉，陈少，你那1个亿的订单我没法签给你了。哎，冯总，我们昨晚不是把温言都给你了吗？我可没有。喂，冯，小贱人，我看陈池哥怎么收拾。说，怎么回事？松开！你他妈今天不说清楚，你就怎么威胁我、利用我，当我好欺负？文言，你过河拆桥是吧？你姑姑的500万医药费我能给，我也能找医院要回来。信不信我把她治疗全给停了？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刚和温冬梅断绝关系，以后你们几个，不管是谁死了，可一定要告诉我，
我只会放鞭炮。看来温东明他是穿帮了，你都知道了。是啊。那你打算解除婚约？不然，我们还有继续演下去的必要吗？绝对不能解除婚约，否则老东西为文言准备的那部分家传股就拿不到了。文言，只要你不解除婚约，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怎么会舍得跟你解除婚约？要我不解除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说，跪下，扇自己20个嘴巴子。什么？跪下，扇自己20个嘴巴子。什么？不同意啊？哼。晨晨怎么在扇自己啊？就是啊，好丢脸啊，居然跪着！哎呀，我的天！晨晨哥哥，你怎么自己打自己啊？还给这个贱人跪下了啊！郑欣宜，拜托你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我是有未婚妻的人，你以后少他妈勾引我！晨晨哥哥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吗？我们至于怕这个贱人吗？你当姘头当上瘾了是吧？真是贱骨头！文言，你到底拿什么威胁晨池哥哥了？晨池，你说我威胁你了吗？文言，等我拿到那笔钱，我弄死你！没有，这是我未婚妻，我对我的未婚妻这么好，不是应该的吗？文言，你给我等着！你来干什么？滚出去！如你所愿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叙旧的话，我很忙。贺锦年，我想睡你。这是在办公室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们可以在办公室试试。撩我？你觉得很刺激？是啊。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，温小姐，你到底有几副面孔啊？如果你想撩人，撩别人去。可我不想撩别人，我唯一想撩的只有你。这可是你自找的，你听好了。大哥，陈少，文言是不是过来了？陈少，请您等一会儿。让我等？这青天白日的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？陈少。你来做什么？项目都交接了，大哥还要温言来公司做什么？新品展的场地被南安撬了，我们在制作新的布展方案，有问题吗？刚刚是我太冲动了，你们继续，是我打扰你了。我很讨厌别人乱闯我的办公室。对不起，大哥，刚刚是我太冲动了。这个耳环好像是温言的吧？坏了，耳环怎么掉了？大哥，你不想解释解释，还是说咱们到爸那儿去给他解释解释？温言，只要我抓到你们偷情的把柄，以后你就得听我的。解释什么？一个耳环，这2天各大家族女人找我相亲，都不知道是谁掉。大哥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奖？你在这多歪心思，还不如好好动动脑子，想想怎么完成2个亿订单的事情。我要是没有记错的，你跟爸应该还有1个月主约就结束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要是没有什么事情，我这边还有一个会，不送。温言，这笔账怎么还胜算？喂，你是谁？你为什么会接景年哥哥的电话？温言，是不是你？你个狐狸精！该死，贺锦年！你好，宋小姐，贺总正在开会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新来的总裁办秘书，我叫 Vicky。请问你有什么事找他呀？我没听说过你。你告诉景年哥哥，我在办公室里等他，他不来接我，我就不走。Vicky， 你为什么要擅自动我的手机，而且还感冒了？黑灯瞎火的，我以为是我的了。Vicky， 这可是你工作上的失误啊！你故意的，她可是宋小姐，你要是再这样不去接的话，你小心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你再胡说八道，
我有的是办法治你。你确定要搜我大哥的房间啊？怎么了？你不敢了吗，陈池？我大哥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今天就算是把整个别墅翻个底朝天，我也要把温言给揪出来。贺锦年要是怪罪下来，我担着。那我得给我爸打个电话，这么重要的场，怎么能少得了他呢？好，搜。宋小姐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当然是要来找锦年哥哥了。贺总他现在不在。赵宇，好狗不挡道，你给我让开！宋小姐，这里是贺总的私宅，你带这么多人硬闯，贺总会很不高兴的。天塌下来由我担着，给我搜！我看谁敢！怎么？难道贺总的房间里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？给我让开！贺总，宋小姐带人闹到别墅来，看看有什么可疑的东西。是，给我搜！小姐什么都没有。怎么可能啊？宋南桥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来搜锦年的房子，你搜出什么来了？贺叔叔，我刚刚给锦年哥打电话，明明是个女人接的，他肯定是跟什么女人在一起。你要是真有能耐，你让他娶你啊！你管他名不正还是言不顺呢？还有你，跟着大半夜瞎折腾，伙同外人看你大哥笑话，你有没有脑子？贺总，您来了。锦年哥哥，我说宋南桥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敢来我这儿犯病，把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都给我处理掉，在南城，我不想再看到他们。是，贺总饶了我们吧！看在傅唐两家的份上，我让你自己走，否则我亲自让你消失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那副沉不住气的样子。你别在这笑话我，赶紧帮我想办法。这东西啊，是该让温言那个贱人重噩噩梦了。不好意思啊。你干嘛呀？大家都要进来了。昨天晚上走了，你想我没？神经啊，问这种问题。但是我很想你。这句话不能代表什么。温言，你清醒一点，他跟你只是那种只做爱不谈情的关系。这次修改方案辛苦大家了。温言是哪位？是我。跟我走一趟吧。我是犯了什么事吗？你慌什么？只是让你去，又没给你定罪。赵宇，马上联系宋云深，让他立刻回来。可是贺总，宋律师现在人在国外呢，派专机去接，情况紧急。贺总，我没听错吧？您在意温小姐竟然到了这种地步？可以麻烦解释一下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在你包里发现的。根据钱应维先生的实名举报，你参与了他的私下交易。钱应维，警察同志，这东西它不是我的，求你们一定要帮我查明真相。温小姐，我是你的代表律师，我叫宋云深。宋云深，南城最有名的大律师，不败战神，按秒算钱的金牌律师宋云深。宋律师您好。现在我们可以走了，贺总在外面等你。谢谢。这一刻，那些诡秘的算计、无情的抛弃，都会因为眼前这个男人的嘴脸而消散殆尽。何景言，我喜欢上你了，怎么办？没事了。就是他。说吧，谁让你把东西塞到温言包里的？说话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关他们的事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说不说？是一个女人，她给了我20万，因为我财迷心窍，所以才……贺总，打钱的人是宋南桥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传下去，封杀宋家。是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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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怕，别怕，凡事有我。何景
你不是已经回家了吗？我处理了一些事情，又回来了，不行吗？从接我到现在，你都不问问我今天发生的事啊？明摆的事情，有什么可问的？你要是有这胆子，还用得着被别人送进去？贺景年，你真好。如果这一切是真的，那该多好。文言，开门。陈池，这晦气东西怎么又来了？捉奸是会上瘾的。我已经睡下了，你明天再来吧。文言，你把门打开。我都说了，我已经睡下了。文言，是我。贺叔叔，这，来了，贺叔叔。贺叔叔，随便坐，随便坐。听说你被公安局抓起来了，怎么回事？一点误会而已，已经解决了。文言，大哥的鞋子你在这，你们干什么了？陈池，你干脆组个锄奸队得了。你上次怀疑那耳环，这次又怀疑这鞋子，你怎么满脑子都是我出轨了呀？你跟郑欣宜，你俩断干净了吗？你还别说，这鞋子还真是有点像几年的。贺叔叔，你想哪儿去了呢？我一个人独居嘛，这鞋是我放着防狼用的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家里有双男人的鞋吧？这个坏东西啊，因为家里有男人就不敢来捣乱了。什么声音？我怎么听着像从洗手间传出来？陈池，我真的不行。陈池，你真的要进我卫生间？怎么，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，难道里面真的藏了什么男人吗？那你就进去看吧。不过我最近生理期，你要是看到什么晦气的东西，影响了运势，可别怪我。哎呀，陈池啊，这男人都避讳这个，你怎么还往上凑啊？贺叔叔，我今天受了惊吓，实在是太累了，我这脑袋晕晕乎乎的，好想睡啊。要不您先回去，我改明儿就专门回老宅看你。行，你好好休息啊，我先走了，让陈池留下陪你。哎，不用，让陈池把您安全送回家才是正事。我有司机送我。那还是陈池送您回去比较稳妥，是吧？小野猫挺会演戏。谁啊？这万一找你真有事呢？女人。那我算贺总的哪种女人？你想做我的女人？我哪有资格做贺总的女人？还有半个月我就要跟陈池结婚了，我只能做贺总的弟妹，做不了贺总的女人。你真的要结婚了？当然，陈池这个人渣，我可是要让他身败名裂的。文言，你对我依旧只是玩玩吧？那到时候给你个新婚礼物。我拿下裤子。文言，别抱有幻想，尤其对贺景年。贺总，宋家家主说想见你一面。不见，以后宋家的任何人我都不想见。是。景年哥，我求你了，不要封杀宋家。我警告过你不止一遍，对吧？是我错了，可我是因为太爱你了呀。难道你真要因为文言不顾我们20多年的情分吗？如果你非要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我不如跟你说的敞亮点，委婉一点。你这个脑子估计也挺混乱，不管我跟任何一个女人在一起，都跟你没有关系。宋南桥，你摆什么正式款？你那么在乎文言，我气不过。气不过就得栽赃陷害吗？我对你已经无话可说，成年人都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贺景年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你跟文言那种关系，迟早会害死你的。给他送去南非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是。哎，听说咱们要来一位大客户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听说跟贺总一样帅，到底是谁呢？这么神秘兮兮。文言，我保证你见了他跟吃了苍蝇一样恶心。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大客户南安集团总裁冯石先生。温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什么？由我负责南安集团的项目？怎么，温小姐不可？文言，这是公司的决定，你得服从公司的安排。你知道，贺氏集团的项目也是我在负责，这实在是于理不合。温小姐，我这个项目很简单，不会耗费温小姐太多时间的。文言，你是公司的员工，就要服从公司的决定。又想故技重施吗，陈池？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太早了。
既然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。冯总的这件差事我应下了，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你说？我要这位郑欣宜小姐当我的助手。魏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反应这么大干嘛？我是让你杀人了还是放火了呀？是吧，陈总监？可以，行，以后你就做他的助手。陈池哥哥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哥哥妹妹的，你当这是你家菜市场呢？文言，老贺是个占有欲很强的人，但凡是他的东西，别人看一眼都是罪过，就连你这个弟妹，他都得保护起来。贺总那么多女人，可能经常性的怜香惜玉吧。我只不过是沾了点光罢了。你说老贺女人多，那你是不了解他。我们老贺啊，人帅多金，喜欢他的人多了去了，但是能用他演的还真没有。不过，我最近发现他好像有女人了。那是你的错觉。错觉？凭我这么丰富的情感经历，你们俩有没有事儿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那你说，我跟温言之间有没有事？贺锦年，你这嘴巴能再欠点吗？问这个问题。你们俩，我早就觉得不对了。我们能有什么不对？从玄学的角度来看，你们两个很有夫妻相。师太，收了您的神通吧。人家开玩笑呢，你脸红什么？我哪有？哎，文言，如果你不是陈池的未婚妻，你会喜欢贺锦年吗？不会，没结果的感情玩玩就算了。我这个人很死心眼的，这辈子要一个有结果的。又什么？温言，你要的结果究竟是什么？一场烂俗的婚姻。温言，可算是让我逮到机会了，乖乖把这个吃了，陪老总们玩尽兴。否则，是陈池让你来的，告诉他，让他断了这个念想。哎，你干嘛？温言，你去死吧！好像我的记忆一直都充满了疼痛和恐惧，唯一觉得温暖的是贺锦年。魏延，混账！谁让你自己动他的？他可是贺锦年唯一的软肋，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跟陈池都去给他陪葬！快叫救护车！合作顺利，合作愉快。接下来有些事，贺总，有人在咱们北区的仓库纵火，伤了10几号人。什么？病人身上多处挫伤，其他的需要等他醒来再做进一步的检查。贺锦年，贺锦年，让你失望了，因为一些原因，贺锦年去了宋南桥那。还是宋南桥比较重要吧。谢谢你救了我，我已经没事了，就不耽误冯总了。你请回吧。好，你好好休息。因为没有看到贺锦年，所以很失望。文言，你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这是温小姐的病房，请看。文言，你换我2笔订单，这件事总算。陈池，除非你今天弄死我，否则你跟贺叔叔的赌约一定会输。你以为我不敢弄死你？大不了同归于尽。今天就让你好吃这苦头！走。想喝水吗？这么好一副皮囊，不好好利用，实在是可惜了。你说是吧，文言？陈池，你就是个只会搞女人的废物。温言，贺锦年他是南城商业的龙头，贺氏集团的总裁。别以为就你这点姿色，就能嫁进贺家，成为贺太太。别做梦了你！我是没钱没白钱，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赚的，不像你跟你爸是袭人写的蛀虫，真是羞耻！一言，今天不让你好好吃点苦，你是不会好好乖乖听话了是吧？住手！冯少，冯少对自己的未婚妻下手可真狠。这是我跟温言的恩怨，还请冯少不要插手。我如果非要管呢，你把那1个月的订单还给我，这温言随你处置。好，我答应，明天来找我签订单。
我好像欠了冯总一个大人情。不用客气，他跟陈池的关系这么恶劣，竟然还要结婚，又跟贺锦年暧昧不清，有点意思。这帮人下手可真够重的，到底是谁干的？是不是宋南桥他们？南桥为了宋娘，没狗胆子干出这种事。但是间接关系，我还在查。昨天你走之后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关于陈池的，有没有兴趣？没有，就是可怜你那个小弟妹了。他怎么了？你自己看吧。温言，他竟一个电话都没有的。以我的经验，这个冯石对温言绝对有意思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。哎，老贺，你去哪儿？什么意思？有人相助，又或者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随你怎么想。他可是贺家的人，那又怎么样？他未婚夫又不是你。别让我在背后看个什么猫腻，不然我弄死。好啊，期待为贺总的效力。贺总怎么来了？是我来的不是时候了？你不是去找宋小姐了吗？疼！现在知道疼了，活该！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我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？你是我什么人？你离冯石远一点，他不是什么好人。贺总还是管好自己的事情，我的事情我自己会看着办。我不喜欢女人抽烟。我就这样，你现在就是找你喜欢的女人去啊！非要跟我闹是吗？我有什么资格闹啊？我只是想换个人玩。换一个人？你想换谁？冯石啊，你才认识他多久啊？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这好像跟贺总没什么关系吧？那你做好决定了呗？对，我们结束了。所以从一开始我一点权利都没有。你说开始就开始，你说结束就结束。反正贺总也不亏啊，你明明也玩得很尽兴，不是吗？我给你最后一次。不用了，我处理男女关系向来干脆。好，那我们就结束吧。我靠不起任何人，痛苦的时候永远只有我自己，又怎么奢望你放弃宋南桥陪我一起旅游？哎呀，帅哥美女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公司这个温言，我辛辛苦苦养了他18年呀，他现在居然不管我的死活，真是！你在干什么？温言，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，发微信你也不回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居然这样对我！你跟我过来！放手！你还真是健忘。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你不记得了吗？我做过什么？我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，你现在能赚钱了，你姑父就花了你一点点钱，真是个白羊，你竟然给他废了一只手！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不会再管你。你的恋爱脑已经把我害死了。温言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害死你？你能长这么大吗？看你是翅膀硬了，翻脸不认人。说重点吧，你是来要钱的吧？要多少？给我500万。没有。温言，你马上就要和陈少结婚了，你可以问他拿呀，你只要听他的话，拿多少都可以的。你面子大，你问他要啊。你跟郑国峰那么听他的。对了，你们之前表演脑出血的钱，他给你们结了吗？别只是画大饼。真想不到这陈池这么离谱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散了，走，给我进来。文言，你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？罚酒不是吃过了吗？不过如此。你简直不是个男人，你就是个人渣。你还想被田磊拴着是不是？我那天要不是被下了药，浑身使不上劲儿，你当我是好惹的吗？啊！温言，你居然敢打陈池哥哥！打他，当然少不了你那份儿。渣男贱女，什么东西？文言，他妈弄死你！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我孤身一人，没什么好怕的。你可就不一样，咱们的账还没有完。陈池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怕死，我死的时候一定会拉上你们2个当垫背的。不行，等这女人彻底疯之前，一定要把冯总那一个亿订单拿到手。喂，爸，马上就是你跟文言的婚礼了，
我已经把请帖都发出去了，你们今天回来一趟，把婚纱首饰赶紧定了。什么？今天？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就今天，必须带文言回来。就这样。是，爸。文言，看好哪个了，咱们就去婚纱店试试。陈池啊，你觉得哪件婚纱好看啊？大哥也回来了。你们这样结婚啊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您不觉得他们俩有问题吗？贺景年这家伙要干嘛？你打什么哈哈？他们俩有什么问题啊？其实啊，他们可有好多秘密都瞒着你，尤其是私生活那一块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自己说，还是我帮你们说？贺景年不会把我们之前的秘密都抖出来吧？报复，这绝对是报复！大哥，我们能有啥秘密啊？就是啊，我跟陈池这2天一直都在忙着结婚的事呢，是吧，陈池？对，这女人竟然不解除婚约，是吗？可是据我所知，陈池每天都会带着一个女人在街上乱逛，而弟妹嘛，则一直……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别吞吞吐吐的，你老看你弟妹干嘛？我是看她什么反应。弟妹还真是镇定。我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自然不怕大哥考教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你当真没有什么秘密瞒着大家吗？哎呀，你别卖关子了，有什么事儿快说。弟妹最近跟南安集团的冯石走得很近，你跟冯石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工作关系。只是工作关系吗？当然。那我是误会了。但陈池身边的女人应该不仅仅只是工作关系吧？哼，你跟那个女人还在乱搞？爸，我没有。你还在跟那个女人乱搞啊？爸，我没有。结婚这个事，要是一个人出轨，这日子以后就过不成了。我跟你说过，你要是再跟他纠缠不清，我就把他撵出南城。大哥，你污蔑我！昨天行业大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都有视频，需要给爸看一眼吗？给我。大哥别！你干嘛？眉来眼去，你们2个竟然在我面前！你这是干的什么事儿？你这个混蛋玩意，我他妈打死你！爸，你先别打，是文言，他故意阻止我签单，我气不过。你不信，你问他。文言能阻止你签单吗？言瞎话总得有个限度吧？过2天就是展会的设计竞标了，温小姐，你的设计方案还需要完善，跟我回公司。大哥，今天是我挑婚纱的日子，你们最好考虑一下这婚到底是结还是不结，决定好了之后再挑，也不迟啊。爸，我们先回去了。你跟文言先回公司，今儿我就亲自会那个小三，看看他有多大的能耐。我们的关系好像已经结束了吧，贺总？是吗？那我刚刚在桌子下面，我怎么记得是温小姐主动勾引我的呢？我才……贺总是在耍流氓吗？你喊开始就开始，你喊咔就要停，你哪有那么大权力？贺总跟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既然你放不下宋小姐，不如做一个从一而终的人。宋小姐，她给了你多少钱？你总是在我面前提她。你那天不是去找她了吗？我去哪找啊？南非吗？宋小姐去了南非？是，我把她送过去的。那你那天……北区仓库着火，有人闹事，我去处理点事情。真是个白眼狼，亏我在那么多人面前抢棍子的时候还惦记你。因为一些原因，快几年去了宋海城了。原来冯石在骗我，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的话你不信，冯石说的话你就信？你对冯石有成见啊？这是成见那么小的事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小心点，别像个傻子似的被别人当枪使。老贺总，您怎么来了？那个叫什么郑欣宜的呢？叫他出来。爸，要不咱们进去说。公共场合欺负文言，应酬都是成双入对的，现在知道要脸了吗？人呢？叫他出来。蔡经理，我找郑欣宜。郑欣宜，快滚出来！老贺总要见你。贺老，你知道陈池有未婚妻吗？那你知道有未婚妻的男人不能碰吗？我上次说过，陈池要是再跟你有来往，我就把你撵出南城。他没告诉你是吗？你是哑巴？说话！贺老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
还以为你是个人物，色厉内荏的草包，哪儿比得上温言？从今天起，自己找活路。南城64个行当，没人敢要你。晨晨哥哥，你帮帮我！爸，她一个女孩子，您断了她的生路，她咋活啊？你很同情她呀？好啊，你跟她一起滚出南城。老东西，你根本就没把我当自己家的人。等我拿到贺氏集团的股份，我要你们好看。爸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和他来往了。晨晨哥哥，郑希怡，以前我是被你勾引，以后你给我滚得远远的！晨晨，你混蛋！我为了你都要被赶出南城了，你却像只缩头乌龟一样，算我瞎了眼，才缠上你。爸，我已经跟他断绝往来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去找温言，给你机会，他嫁不嫁你，他说了算。你是不是把贺氏集团的设计方案偷偷发给南安了？我在你眼里就是个花瓶啊。你挺优秀的，而且各方面都没有让我失望，这不就解了？那你说，贺氏集团的设计方案好，还是南安的设计好？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让别的设计师去做，谁知道公司非让我接手南安。这不是巧合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反正明天就是设计竞标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哎，你去哪？怎么？你不想让我走？你陪我去吃饭呗，手拉手的那种。你真把我当你男朋友了？哎呀，好不好嘛？就咱俩这关系，明天手拉手上街，你觉得南城会不会炸？我有办法。你带上这个，死都不要。很可爱的，为什么不要？是个粉色也就算了，这上面还画了个熊，我一个男人戴成什么样子？这种情侣的感觉是那么的不真实。如果我不是陈池的未婚妻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像普通人那样好好谈一场恋爱？什么意思？一惊一乍，大晚上戴个墨镜，别到沟里了。谢谢提醒。哎，我哥呢？贺总刚刚出去了，你没看到吗？说我跟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，你他妈在干什么？喂，文言，刚刚电梯碰到的是不是你？你是不是跟贺锦年出去开房了？吼什么狗男人！你跟郑欣宜都是光明正大的偷，现在管我要点脸吧你？所以你们早就睡过了，是不是？你猜啊？老东西，你以为贺锦年是什么好人吗？别被我抓到！你跟陈池的关系都这样了，这婚还结吗？要啊。能不能不结？为什么？你爱我啊？只能说不讨厌。贺锦年，既然你不爱我，又何必在乎我结不结婚呢？温小姐，明天就是展区设计竞标了，设计稿帮我送一下吧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冯氏，你这就坐不住了。冯总，温小姐辛苦了。应该的，设计稿我已经发给您了，有什么需要改的，您告诉我就好。你先喝点茶，休息会儿。好。我竟然睡着了，设计稿还有什么要改的吗？没有，你改的挺好的，你现在可以回去了。好。已经2个小时了，怎么还不下来？他不会是看见我了吧？
我躲什么？何总觉得这次竞标几成胜算？胜算比你大。好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欢迎来到北区新品展区设计竞标会，请贺氏集团、南安集团代表分别出示设计稿原稿。你看什么东西？就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也能搬上台面？为什么我给贺氏集团做的设计稿被改了？这不是我的原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贺总，看来这次的竞标我赢定了。经过评审，我宣布本次竞标获胜的是……等一下，贺总难道还要做什么无谓的挣扎？不好意思，刚才的 U 盘我拿错了，这个才是我们设计师的劳动成果。这才是我的底稿。可以啊，这真不错。我就说贺景年这家伙害我白紧张半天。经过评审，我宣布本次竞标获胜的是贺氏集团。恭喜啊！恭喜！好，怎么可能？战胜敌人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磨砺自己，脚踏实地。自作聪明只会让你输得很惨。冯石，很遗憾，我又赢了你一次。温小姐，咱们走。往年我一直都输的。别人家属在门口等候。何叔叔怎么样了？何几年，何叔叔会没事的。妈妈血，妈妈不要！是你，都是你害的。要不我给你也划一刀，我们一起死，好不好？妈妈不要！不要叫我妈，我不是你。你疯了吗？这是我们的孩子。孩子，一个无性试管婴儿也配是我儿子？要不给你们贺家留后，我至于被联谊国贸致死吗？我知道你心里有别人，离婚吧，我成全你。几年他是无辜的，你不要伤害他。没事了。何景年，你要是难过的话，你就靠着我吧。就你，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。这女人是在安慰我，多事。可是我心口突然有点暖。哼，真是天不灭我！贺家那个老不死的，竟然突发心脏病，快要死了。以后在南城，再也没有人可以威胁。别高兴得太早，现在只是在医院，说不定明天就行了。心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管得着吗？你不是怕那个老不死的？他现在住院了，你怎么不去尽孝？心怡，咱们的事一会儿再说。冯胜，你答应我的1个亿还作数吗？这么好的机会，你确定不抓住吗？你是指？据我所知，你一直被贺几年压制，贺景川也不把你当做家人，给你点股份还需要你签单才能给你。你不想一次翻身吗？我当然想翻身，所以这1个亿对我至关重要。有更好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如果贺景川永远都爱着，先不用着急告诉我，想好了再告诉我。这是那1亿合同，我已经签好了。冯少仗义，晨晨，你放开我！我已经不喜欢你了。哎呀，宝贝儿，之前不是为了怕让我妈不高兴吗？现在我订单已经签够了，咱们可以重新在一起了。那你跟我演，又是挑婚纱，又是买首饰，我看你是迫不及待想要和他在一起吧？怎么会呢？是因为那个老东西给温言留了股权，只要我和他结婚，我就能拿到家长股，到时候重振陈家。你呀，还是我的陈太太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发誓。是因为那个老东西给温言留了股权，竟然想拿到贺叔叔留给我的嫁妆股。好，陈池，婚礼见吧。唉，还是这么短，废物。哎，真池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有话跟你大哥说。是，老东西，果然贺景年才是你亲儿子，可恨你现在不合适提购兑现股权的事，我先躲开。这次啊，我可能扛不过去了。爸，别这么说，我会请最好的医疗团队医治你，这本死不了。你结婚吧，我给你找了姚家大小姐。结不了婚，不是什么婚姻都是悲剧，你跟温言要保持距离。
你跟姚家大小姐结婚吧，要不然我死不瞑目啊！你答不答应？爸，你想让我死不瞑目是吧？我答应试一下。原来姚家大小姐才是贺氏集团总裁的未婚妻呢。是啊，到底是老贺总亲自挑选的，门当户对，郎才女貌，真般配。景年，看到没有，得到家族支持的恋爱才会有结果，偷是永远见不得光的。是个会勾魂的女人。温言，这2天照顾爸爸辛苦你了。我还好，主要是你比较辛苦。这也是应该的嘛，毕竟以后我就要成为景年的妻子了，作为长嫂也应该多承担一些。我们女人呢，就是要守好自己的本分，你说对不对？听说你和陈池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大嫂呀，我也没有什么礼物提前给你准备好。这个镯子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不行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大嫂，我不能收。这是玉珍坊的镯子，我们南城世家的女子在出嫁之前都会在那里订一套首饰，戴上玉珍坊的东西呢，就证明一辈子清清白白，守好妇道，无做荡妇，不辱门楣，不为夫家抹黑，我觉得非常适合你。看上去很端庄，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这么贵重的镯子，我消受不起。我不是什么世家的女子也惯了，嫂子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温言，景年，你今天跟我到姚家去吃顿便饭吧，我们姚家的长辈啊，都特别想见你。行，正好去一趟。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。贺景年这么着急去姚家，哼，我偏不让你去。温小姐胆子不小啊，敢在我未婚妻的眼皮子底下勾引我。未婚妻？你们好像还没订婚吧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就允许温小姐在外面和别的男人吹风，不允许我有未婚妻了。我明天就要跟陈池订婚了，你舍得走吗？景年，你好了吗？景年，等一下，我穿衣服。穿衣服？我都已经快要结婚了，还来招惹我，很容易让我误解以为你爱我，在吃姚婉清的醋。我吃醋？现在好像是贺总更中意我吧？想否认吧？身体可比嘴巴。景年，你还没好吗？我们家长辈都已经在等了。贺景年，你还真走啊？你要是走的话，你就不是个男人。他还真的要丢下我。景年，我们走吧。今天去不了了，改日吧。怎么突然去不了了？我有一个10万火急的事情需要处理一下。看来你还是在乎我多过于姚小姐。贺景年，你撩完就跑。你看见温言了吗？他好像进贺少房间了吧？什么？大嫂，我爸醒了吗？二少，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老婆吧。明天就要结婚了，你知道她在哪儿吗？景年，爸醒了，有急事找你，你过去一趟。大哥，开门！大哥，景年，你在里面吗？温言，你真的在我老公房间？你到底要不要脸啊？我在分发喜糖啊，这下人房间都送得，大哥的房间怎么送不得？谁是你老公啊，姚婉清？你在我眼里，连未婚妻都算不上。景年，你还帮着他说话？我就是在陈述事实。喜糖我送完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打我？你凭什么？就凭你们！我们怎么了？听说你眼中的世界是你内心世界的投影，你是人渣，你看谁都是人渣。捉奸在床，方为正确，否则你们这样乱讲，真的很像狗。你，我言，你给我站住！果然是这小子，
牙尖嘴。温言，恭喜啊，总算跟陈池修成正果了。谢谢姚小姐。贺叔叔，大哥，这还叫叔叔啊？爸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你真的要跟陈池结婚了？这就是你要的结果。可是温言，你跟陈池这个结果又有什么意义？爸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那2个亿的订单我签够了，咱们的赌约我赢了。放心，我会兑现承诺的，给你10%的股份。另外，温言的婚礼股份我也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等你们举办完婚礼就来找我吧。谢谢爸。仪式马上开始了，你们抓紧准备吧。温言，我们终于要结婚，我等这一刻好久了。真巧，我等这一刻也很久了。等结了婚，我跟你的账咱们慢慢算。下面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老贺，你真的要看着自己的女人嫁给别人？说什么呢？你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她自己要嫁的，关我什么事？你真不在乎？一个女人罢了。老贺，你危险了，我感觉你要追起火葬场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陈池身败名裂的证据，一会儿还要麻烦蒋少。这么信任我，就不怕我出卖你？我有多信任贺锦年，就有多信任你们之间的友情。这件事除了蒋少能帮我，我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选。帮你就会得罪陈池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帮的理由不充分。我是贺锦年的长期性伴，这个理由够不够？请问新郎，你愿意娶温言小姐为妻吗？这辈子无论生老病死、贫穷与富有，都陪在她身边吗？不愿意。请问新娘，你愿意嫁给陈池先生吗？这辈子无论生老病死、贫穷富有，我都不愿意嫁给陈池。什么？温言，你疯了吗？这是要干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怎么回事？就是啊，宝贝儿，之前不是为了怕惹我爸不高兴吗？现在我订单已经清够了，咱们可以重新在一起了。那你跟文言又是挑婚纱又是买首饰的，看你是迫不及待想要跟他在一起吧？怎么会呢？是因为那个老东西给温言留了股权，只要我跟他结婚，我就能拿到嫁妆股，到时候重振陈家。你呀，还是我的陈太太。不是的，关掉，快关掉！为了报复陈池，居然赌上自己的婚姻，愚蠢！文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贺叔叔，对不起，我不会嫁给陈池。我之所以等到这一天，就是为了在全南城人面前揭开他的真面目。文言，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解除婚约？原来是在这给我挖坑是吧？因为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把我当成你的未婚妻，你为了获得订单，把我像商品一样辗转卖给那些男人的事情，就是为了得到贺氏集团的股份。爸，你听我解释。要不是我亲耳听到，我竟然不知道你拿到股份是为了重振你们陈家。何家养了你20年，就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吧？爸，贺家的股份你别想了。你答应过我的，只要我签2亿的订单，那10%的股份是你自己说的。另外，陈池，我还有一份惊喜要送你。我已经签了贺氏集团股份自愿放弃承诺书，也就是说，贺叔叔给我的嫁妆股，我选择自动放弃。文言，我他妈弄死你！文言，温言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叫救护车！病人情况比较严重，得手术，家属得签字。新郎是哪位？我情愿他死，是绝对不会签这个字。你不签字，我们怎么给他做手术？温言的姑姑不是在这儿吗？快签字！这字我不能签，让他自生自灭好了。别他妈废话了，我来签。贺锦年，你凭什么签这个字？你是他家属吗？贺总，必须得配偶或者直系亲属才能签字。他现在根本没有这个关系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。他的事我来管。贺锦年，你做什么？其实你们早就搞在一起了，是吧？我们俩之间有没有发生过？你又准备把我怎么样？你们俩现在已经没有关系，现在立刻救人。他的事由我来管，以后也只许我来管。贺锦年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。你觉得你配吗？马上发布新闻会，澄清你跟温言的关系。澄清什么？他跟陈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那么多女人，你干嘛非跟温言纠缠不清啊？她是我唯一不讨厌的女人。她可是你弟妹呀。陈池是陈家人，他做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振兴陈家。他算是哪门子弟弟？那也不合适。那谁合适？姚婉清吗？假模假样，背地里一肚子坏水。要不是因为你当时病重，看他我都觉得恶心。你非要执迷不悟，你信不信我再也让你见不到他？有我的事，这种威胁根本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。
你现在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去处理陈池。他处心积虑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还不给股份，他会记恨你的。我对陈池会有安排的。爸，爸，医生，医生，冯总，今天的婚礼很精彩。现在陈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你来找我，是我之前的提议不同了。他们不仁，自然对他们不义。不过冯总，我想要重振陈家，除非你给的筹码有不可抗拒的理由。你帮我从内部挖起，我从外部施用，只要收购了整个贺氏，你想要的我都给你。如果按照他这个情况的话，还有多久能醒来？不确定。在那么多人面前救了我，还说要对我负责的何锦年，这是不是代表他心里有你？何锦年，你醒了，又是你救了我。显而易见，刚刚在结婚现场你说会对我负责，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这是不是说明你喜欢我，你心里有我？我心里有没有你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。那你会跟我结婚吗？我不会结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里一直有另外一个女人，而我只是长得跟她比较像，是吗？温言，从头到尾我都只是另外一个女人的替身，是不是？这些话都是你从哪儿听的？你只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。是。好，谢谢你告诉我实情。那你想不想听我和他之间的故事？等你好了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先休息吧。真可笑，我竟然以为贺锦年爱上我了，所以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都只是一场排遣寂寞的游戏。温言，敢抢我男人，那就休怪我处理掉你这个眼中钉了。哼！张心怡吗？是我。我还正愁去哪里找你算账呢，你就自己叫上门来了。你想干什么呀？咱们可真是好久不见。你把我和陈池哥哥逼成过街老鼠，你很得意是吧？你欠我们的债，今天也该还了吧？把他给绑起来！走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拿你这个诱饵钓大鱼了。郑欣怡，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绑架我？我胆子是没这么大，抓你的人也不是我，我只是顺手帮个忙而已。冯石，你放了我！等我抓到了贺锦年，我一定会放你这样一个大美人，我怎么舍得你死？你错了，贺锦年根本就不会为了我钻你的圈套，我只不过是个替身罢了。你笑什么？他到底会不会来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你跟贺锦年有仇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为什么今天才动手？因为我要弄死贺锦年，再弄死贺景川，彻底瓦解整个贺氏集团。你真卑鄙啊！你猜现在陈池在帮我干什么？贺总，温小姐不见了。找死！带上人，跟我去仓库。是。老东西，你不仁必可，我不义。贺总为了自己的弟妹，每次都来得这么辛苦，他真是真情可见。把温言放了，我留你一条狗命。贺总是很能打，很霸气，我挨了你多少拳头，你数过吗？就你来换温言，冯石，你找死吧！我们贺总是你惹得起的吗？还放了温小姐？贺锦年，你来干什么？只要我想，3分钟之内，我会将你这帮夷为平地。是，我以前是拿贺总束手无策，但是现在。别动他，我来跟他换。贺锦年，不要过来，他就是冲着你来的。你才知道，贺总不可以啊！我就不信这帮草包能杀得了我。不要！贺锦年，别动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动。贺总，
快把温言放了！放，当然会放，但不是现在。风石，言而无信。贺锦年，你快走！你在，我怎么能走？你果然和他有一腿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出轨了你未婚夫的大哥，真不要脸！风石，是男人就拿出点真本事，别就躲在一个只会鬼叫的女人背后，太娘了！给我打！张宇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你快去帮他呀！贺总，你点个头，兄弟们就剁了这个杂碎。他不敢，他不忍心温言受伤害。贺锦年，我说的对，原来你就是这样的人，只会打打杀杀，真让人没眼看。贺总还不满意的话，我再给你加点筹码。温言，我嫌你不爱我，但是我已经爱上你。赵宇，上！怎么样，老哥，下法还可以吧？那我记你一功。才记一功啊？等回去你就知道了。别人家属在我们等候。贺总，有件事需要您处理一下。什么事？老东西，你不认逼，跟我不义。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真坑爹！你要害死我爸吗？怪我吗？还不是他言而无信，说好的给我10%的股份，却出尔反尔。你们利用我给贺家签订单，根本就是空手套白狼。区区2亿的订单，连贺家的零头都不够，这有什么好套的？真是没救了！敢辜负老头子，你会后悔的。不后悔，你会。陈池啊，你走吧。从此以后，你跟我们贺家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早就想把我扫地出门了是吗？你当初收养我，就是为了让整个南城的人知道你贺景川是个大好人。来，自己看看这份文件。贺景川，我出卖了贺家，罪有应得。但是我儿子陈池是无辜的，请你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，给他一口饭吃。罪人将埋，气血口血。这是我爸的字迹，不，这不可能！你们骗我！当初你爸为了拿到贺家更多的分红，出卖了贺家，让贺家差点破产，于是他就畏罪自杀。你原本应该被扔到贫民窟里受罪，是我爸把你接了过来，供你钱，让你出国读书，是你自己不成器。那又怎样？你们不是从来没把我当自己人吗？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搞一个2亿的订单来骗我？你觉得我爸让你签订单是为了骗你？难道不是吗？那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让你签单是为了锻炼你的能力，另外给你的新公司做储备。之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你，是怕你骄傲狂傲不堪大用。所以，陈池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完全是你咎由自取。爸，我错了，爸，你原谅我吧。我还一度张罗着把文言嫁给你，是希望你成家立业。如今看来，是我害了文言。你走吧，我们的缘分到此结束了。从小到大，你是第一个奋不顾身挡在我面前的蠢女人。既然你爱我，那为什么就只是玩一玩的态度？文言，我现在都不知道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。贺总，这些都是您这段时间不再堆积的文件，放着吧，我马上签。赵宇，你派人多盯着医院那边，文言醒了立刻叫我。是，贺总。喂，什么？贺总，医院那边打电话来说文小姐不见了。什么？再见了，贺姐，我不想做任何人的替身。这辈子，我爱你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贺总，医院的监控都在这儿了，温小姐好像是自己离开的。病还没全好，她这是要去哪儿呢？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
贺总，温小姐还没有消息。这点事情都干不好，我花钱养你们有什么用？继续给我找。是。文言，你在哪儿？贺锦年，过来。文言，老贺，你真的要看着自己的女人嫁给别人？她自己要嫁的，关我什么事？你真的不在乎？一个女人罢了。老贺，你危险了，我感觉你要追起火葬场了。哼。江思辰，我好像被你说中了。文言，是你回来了吗？是我回来了。终于回来了。你还想跑吗？你不是文言，穿着文言的衣服干什么？姐，不要这样对我！穿着她的衣服，你是要找死吗？文言不就是这样勾引你的吗？都是女人，我比她差在哪里啊？我可是世家女子，少拿你跟她比！她算什么东西啊？少拿你跟她比！她不也就是个替代品吗？你高中时代喜欢的女子，你不还是忘不掉吗？西西吧！这怎么可能？你想让我怎么处罚你？锦年，不要！我不想这么狼狈，不要！来人，处理掉！锦年，老贺，老贺，这是温言吧？谁？温言啊！这是别人拍的素人网红，在南城高中附近一家会所拉小提琴。老贺，没名分人迟早会被抢走的，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贺总怎么来了？为什么消失？游戏已经结束了，我想过自己的生活。你爱我，就因为我有个白月光，所以就逃了吗？我跟贺总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请你让开。我说过要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没必要了。你真的不想看看我的白月光长什么样子吗？不想看，也没有兴趣。好，反正我的白月光现在还在这里，长得比你好看，比你标致，也比你水灵。贺锦年，我还珍藏着他的照片，也不想看看吗？不看，看看就知道差距在哪。原来他的白月光是我。